职业打野几十年，这绝对是德爷伙食最丰富的一期。吃着富含欧米加茄油的石板鳟鱼，嚼着嘎嘣脆鸡肉味的炭烤薯片，还有飘香四溢的鸡油菌菇，以及 Q 弹软糯的罗马蜗牛，最后再来上一份酸甜可口的醋酱草沙拉。好端端的一道荒野求生节，又被他做成了美食品鉴大会。本期德爷来到了保加利亚的罗多比山脉，这里有着欧洲最后的原始森林，1万多平方公里的占地面积，生活着几千头棕熊以及狼群等食肉动物。搭乘着节目组2毛5包的小飞机，德爷迅速抵达挑战地点。随着直升机的引擎声渐行渐远，本期挑战正式开始。不携带食物和求生工具，只有几台进行拍摄的摄影机。德爷要在10天内抵达30公里外的水库，先根据太阳确定好前进的方向，接着收拾好行李。趁着挑战刚开始，体力比较充足，多赶一些路。就这样，德爷朝着山下一路狂奔，没一会就走了几里地。然而这里陡峭的地形很快就掉头，短短30米的距离，落差竟然有100多米。如果一不小心踩空，起码8日一桌吃大席。安全起见，德爷还是决定换条路线，选择沿着山体的等高线前进。跋涉没一会便来到山顶，紧接着掏出随身携带的无人机观察一番。这里的地形崎岖不平，要想朝着目的地进发，最好的选择是穿过山脚下的河谷。就这样，德爷一直不断的爬坡下坡。到了黄昏时分，天空突然下起小雨。考虑到赶夜路不太安全，德爷在附近找了一个山洞，打算今晚再先这里将就一晚。害怕有同样想法的棕熊藏身其中，德爷先是往洞里面丢了几颗石头，确定没有动静后，才壮着胆子走进去。然而由于没有火堆的保护，让德爷整晚都在担心棕熊。凌晨外面发出的奇怪声响，更是吓得他不敢闭上眼睛。就这样胆战心惊度过一晚，德爷不敢多做停留，收拾好行李火速离开。刚出发就遇到一条拦路的小溪，不想弄湿身上的衣物，德爷沿着岸边倒下的大树，一点一点往对面挪动，最终也是有惊无险抵达对岸。接下来就只需按部就班朝着山顶跋涉即可，没费多少功夫成功登顶。站在山顶简单观察一番，接下来德爷打算沿着山脊线往西走，虽然会增加不少路程，但不用再费劲的翻山越岭。就这样来到下午，背着几十公斤的装备一直赶路，就算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都撑不住了，更别说已经2天没吃东西的德爷了。于是德爷就近挑了块空地，从附近收集来一些枯木，还是那个熟悉的斜坡屋顶。担心夜晚会下雨，德爷又薅来一些苔藓铺在屋顶。来到次日早上，德爷并不着急着出发，而是来到附近的树林，打算找些吃的补充体力。很快他就发现了一大片醋酱草，二话不说塞进嘴里，吃起来酸酸甜甜，十分开胃。维生素 C 的含量是牛肉的几10倍，旁边还生长着不少山毛榉嫩叶。德爷来者不拒送进嘴里，山毛榉嫩叶富含纤维，可以帮助德爷更好消化。又往前走了几百步，眼前突然出现一大片鸡油菌菇，这可把德爷高兴坏了。话不多说，送进嘴里哼唧哼唧。虽然生吃味道已经很棒了，但是德爷还是想烤熟食用。而为了能够在潮湿的环境中生活，这次德爷来到河边捡起了矿石。这种上面长满斑点的石头是黄铁矿，通过撞击很容易就会产生火星。不料返回营地途中发现了野马尸体，让德爷的神经突然紧绷。要知道在这个地方能杀死野马的动物只有棕熊。为了搞清楚他对自己有没有威胁，德爷在旁边的小树上安了一台摄影机，最后收集了一些马毛便匆匆离开。紧接返回营地着手准备生火，原理是通过石头相互碰撞产生火星。虽然听起来很容易，可操作起来却一点也不简单，角度和力度都要恰到好处。德爷就这样蹲在草地上砸了2个半小时，总算有一撮火星落在了火绒上。伴随着德爷一口82年的口气，熊熊烈焰终于被引燃。接着把鸡油菌菇整齐地摆在火堆上炭烤，等待烤熟的功夫，德爷将那些鬃毛编制成鱼线。15分钟后美味出炉，熟透的鸡油菌菇散发出阵阵香味，顾不得烫手，德爷拿起一个就吃了起来。一口下去鲜美无比，让人回味无穷，就更别提蛋白质含量还是牛肉的几千倍。德爷一口一个吃的根本停不下来。来到挑战的第4天，一早德爷就把摄影机取了回来，可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，一只硕大的棕熊正在啃食野马的尸体，吓得德爷四处张望。玩归玩，闹归闹，可别拿小命开玩笑。来不及多想，火速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镜头一转，已经来到了山脚下，途中钻入一片茂密的树丛，担心里面潜伏着熊大熊二。光头德边走边大声咆哮，好提醒对方有人走过来。很快前进到一条小溪，沿着小溪前进能节省不少时间和体力。行进途中看到灌木上有几只罗马蜗牛，德爷自然不会放过这个获取蛋白质的机会，一口气抓了10几个，将其放进口袋里面圈养几天，等它们排干净身体里的毒素再食用。继续沿着小溪跋涉，直到天黑渐暗，河流也没有要转向的意思。又路过一个山洞，德爷站在门口吼了几声，确定里面空空如也后钻进去，接着便引燃火堆。有了火堆的保护，晚上就不用担心有棕熊造访。蜗牛还要几天才能食用。喝水时德爷看到河里有鳟鱼，于是他用石头将骨头砸烂，挑几块合适的当鱼钩，挂上蚯蚓当鱼饵，绑在树枝上摆在河面上。不出意外的话，明天就能抓到鳟鱼当早餐，今晚就只能先饿着肚子了。
次日天刚亮，德爷便走到河边检查鱼线，隔着老远就看到上面有货，提起来一看，足足有2两半重。一个高兴没忍住就发出好的表赞响，返回营地直接放在火上炭烤。10分钟后，烤鱼的香味弥漫整个营地，送进嘴里松软多汁，鲜嫩无比，鱼肉在唇齿间缠绕，简直好吃到爆炸。体内有了能量的补充，德爷一口气干了10几里，很快整个进度就已经完成了一大半。眼看夜幕即将来临，德爷再次升起火堆，口袋里面的罗马蜗牛也能吃了，直接丢进火堆中炭烤。而为了伙食的多样化，德爷又在附近布置了几个落石陷阱，只要有贪吃的杰瑞误入歧途，那么等待他的就只有成为袒路里。返回营地，蜗牛也烤得差不多了。敲开外壳，露出里面大坨的蜗牛肉，这卖相看起来还不错。德爷满怀期待送进嘴里，然而随着不断咀嚼，德爷慢慢意识到不对，一股上头的味道涌上心头。但考虑到这也是蛋白质，德爷还是强忍着咽了下去。结果没几秒钟就忍不住了，差点没把肠子吐出来。转眼时间来到第7天，一早起来的德爷睡眼朦胧，打起精神前去检查捕鼠陷阱。翻开石头，里面赫然躺着一只薯片。来不及多想，回到营地架在火上炭烤，迫不及待送进嘴里。好家伙，嘎嘣脆，鸭脖味，蛋白质含量是牛肉的几10倍。德爷只觉能量在源源不断注入体内。吃饱喝足，收拾好行李下山，又经过5个多小时的跋涉，透过树丛发现水面反射的波光。到此，本期挑战也就圆满结束了。